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生活，嘿嘿，别别我声音吓到喽！如果你刚刚认识我啊，这支影片呢可以让你快速知道我的频道到底在干嘛。如果你是一路看到现在的老观众啊，这支影片就是我们一起走过2025年的证明。在这一年啊，有很多原本我没有打算放进影片的瞬间，却在剪片的时候意外变成，这个好像不能删的精彩片段。不知不觉间啊，这个好像变成我的影片风格之一了耶，嘿嘿嘿。所以呢，今天这支影片啊，我就帮大家整理了2025年我自己最喜欢的5个精彩的彩蛋。那这些彩蛋有些是意外啦，那有些很好笑，那也有一些是生活自己送来的惊喜。第5名，第一个彩蛋，泳池里的意外瞬间。用蛙式排游玩，为什么会这样分配？主要是因为我不希望过度训练肩膀的肌肉。这个彩蛋其实完全是意外啦。当时我其实只是想拍一个很单纯的画面，就是游泳完然后从游泳池里起来的那个日常记录。我甚至还不知道是不是要把这段素材拿来用。后续剪片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就在我准备下水的瞬间，后面刚好有一个小弟弟走过，然后啊，他居然偷瞄了我一眼。那个画面真的太短太自然，不过也太真实了啦。所以我就想说，这个瞬间蛮有趣的哦，应该是可以放到影片里。所以我最后临时决定啊，把这个意外的片段放进影片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决定呢，之后居然变成我影片的一种固定风格啊。有时候最有趣的画面真的不是设计出来的，而是生活自己送给你的。第4名，女生打扮了我吓到来接我的同学。小姐，可以借我搭个车吗？这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啊，我还是觉得很好笑。那天是同学会啦，有一位同学说要开车到高铁站来接我，那我完全没有事先跟同学们说我会用女生的打扮赴约，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看过我女生的样子。所以当我用女生的样子呢接近他的车的时候，我可以想象他心里瞬间跑过非常多的草泥马，他心里是在想说，这个不认识的女生到底是谁啊？她到底要干嘛？是要抢劫吗？还是有什么奇怪的意图呢？不过他反应啊真的蛮快的。我一开口说话，他马上就意会过来是我，那就直接笑了出来。后来我们在车上聊了不少关于化妆医美的话题啊。他家里比我有钱很多啦，当然做过的医美体验是比我多啦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呢，我也很开心的当个听众啊，听他分享。那这一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温柔的瞬间吧。第3名，跑错棚的无敌铁金刚。这个彩蛋有点特别，因为它是今年入选名单中的唯一一个主角不是我的片段。当时背景是我去参加新世纪福音战士30周年特展，那现场可以抽扭蛋嘛？我抽到扭蛋后呢，就回家一边组装一边心里期待，组好到底是什么呢？初号机、2号机还是0号机呢？结果组好后呢，是无敌铁金刚。当天其实我有点傻眼啦。不过后来我想说，算了啦，既然都煮好了，那就顺势把它做成一个有趣的片段吧。没想到影片发布之后一阵子啊，我又突然间觉得，我上次是不是亏他亏得太凶了啦？刚好那阵子我要拍一支比较枯燥严肃的影片，主题是理财投资。那我怕内容太枯燥，观众们会睡着，所以呢，我就让无敌铁金刚出来呢，帮自己辩护一下。那这也成了2025年唯一一个横跨2支影片的彩蛋。第2名，小妹妹最直接也最真诚的赞美。老实说，我在外面其实不太缺被赞美、被偷瞄，或是被店家多招待一点东西的经验啦。但这次真的很不一样哦。那次是我去百货公司逛街，一位小妹妹，她在我经过的时候呢，看到我，然后非常大声、非常直接的就说了一句：“哇，好美丽哦！”那一瞬间啊，我愣了一下，但是心里也是很开心啊。那个并不是客套，也不是什么社交用语啊，表面上的礼貌啊，它就是一个很纯粹，然后很诚实的反应。小朋友的反应啊，永远是最真诚的。我觉得她真的很可爱啦，我也在心里默默的祝福她呢，希望在她长大之后啊，可以成为一位更漂亮、更有自信的大美女哦。第1名，阿北在游泳池看到入神的瞬间。这
这个第1名啊，可以说是意外中的意外的意外。当时我只是想拍一点游泳的记录画面而已啦，想要拿来当成过场，可能就是剪取其中的几秒钟啊，或是用快转之类的。因为那支影片的主题是我去参加医学研讨会，而不是运动。结果事后剪片的时候啊，我突然发现，隔壁水道的阿伯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正要下水的我看呢？而且你也看得太入神了吧？那个画面真的是太自然、太好笑，我觉得我笑好蛮久。笑完之后呢，我决定把这个插曲啊完整的放进影片里面，然后呢，它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2025年精彩回顾的第1名啦。阿北，你真的太可爱了吧！不过下次看的时候记得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哦。回头看这5个彩蛋啊，其实没有一个是我事前精心设计的，对，全部都是意外。他们都只是在某个瞬间，我刚好把镜头打开，生活刚好走进来。那当然，这么多有趣的彩蛋啊，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啊。如果呢，你觉得哪些影片中的哪一些片段很有趣，让你印象深刻，但是呢，我在这边没有提到的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留言补充哦。2025年对我来说啊，过得并不轻松，谢谢大家陪我一起走过。在接下来新的1年呢，就让我们继续记录，继续生活。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